大家好，李灿。今天咱们聊一聊中国会不会放弃清零政策啊？其实我之前聊过清零政策啊，今天为什么突然想聊呢？就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儿子他们今天停课了，而且是全西安市的小学都停课了。为什么呢？因为又有疫情了呗。之前呢，就我爸妈的国庆也在西安待了一段时间，对不对？临走的时候就是特别着急吧，当时有点匆匆忙忙要赶回家的意思。为什么？当时好像因为新疆疫情啊发生了，新疆那个地方啊出现了几起这个比较相对而言我觉得有点恶劣的事件吧。就新疆有一些我不知道是游客还是这个比如说是本地人呢怎么样，他们当时乘坐了大巴逃离了新疆，然后呢大巴车呢把这个乘客啊进行了甩客。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们扔在了这个西安的这个服务区，离西安很近的服务区啊，所以造成了西安这个疫情突然之间又紧张起来了。前两天好像是西安有一个小学吧，就是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啊，他们就偷偷的跑去湖北那边去玩去了，玩是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回来的时候没有报备啊，结果他们得了新冠，所以把孩子送到整个学校之后呢，就造成一定的感染。然后呢，他们在回西安之后呢，还去了很多地方去玩，所以这个事情就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嘛。其实我觉得这些人也是无辜的，他们不过就是为了生活的更便利一些，想去旅游，想去玩，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防疫这个清零政策啊，虽然现在所谓的动态清零啊，但是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吧，最重要最严重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这个经济吧，经济开始变得有点不景气。就像今年这个国庆票房，国庆档这个是中国按道理一般情况除了这个春节档啊，票房最高的时候，但今年惨不忍睹啊，说实话，只有10几亿吧，往年都一个片就能达到50几亿吧，太夸张了。而且吧，因为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这个大家都不敢消费了。消费的一再降级，对不对？像往年这个什么双11啊，这些商家促销的活动啊，中国人就像发疯一样，感觉好像所有东西不要抢一样。但今年大家都变得理智了不少，关键是我觉得还是怕了，担心了，就怕自己万一没钱了怎么办？所以因为这个东西，我感觉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吧。消费一旦这个降级了，大家不敢消费了，对经济肯定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今年这个毕业生的这个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吧，种种问题已经慢慢凸显出来了。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国外已经放开了，像我认识的好多老师，他们或多或少好像都得过新冠啊，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个东西就是消息不断传进来之后，对大家的冲击是很大的。最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可能都非常的支持国家这个清零政策，而且当时这个新冠的这个毒性特别强。但现在这个病毒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为了它寻找宿主啊，它并不是为了最终杀死这个宿主啊，所以它毒性肯定会不断降低。到现在它其实降的也挺低的了。中国人现在是被吓怕了，就是谈虎色变嘛。而且那些媒体他的责任，我觉得也没有尽到吧，就不断的渲染这种恐怖的气氛，渲染那些比如在国外啊或者等等那些地方，就是死了多少人啊等等这些状况啊，把中国人吓怕了。而且当时我之前也说过，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政府它其实有点因为想恢复中国往日的荣光嘛。对，而且中国历史这么悠久啊，它其实有点要吸收过往这个政治治理的经验。就中国过往政治治理的一个经验是什么？是德治啊。虽然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但德这个点是不是也提到比较高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因为新冠这个病毒啊，对老年人还有这个有基础病的人是伤害最大的，所以中国政府他就不敢放开，因为还有很多老年人他其实比较头铁啊，就比较顽固，他不愿意打疫苗，所以当时上海就死了不少人，很多都是不愿意打疫苗的，就因为在这种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啊会去渲染这些气氛，渲染这些恐怖的气氛，所以打疫苗会出现什么很大的反应等等啊，把很多的老年人给弄怕了。
所以你说让这个国家以德治为基础这么一个国家去完全放弃这一部分人，我觉得是相当不现实的。但现在就到一个临界点吧，我觉得就是你到底是保经济还是保人民，我觉得是需要非常高的政治智慧的去做这么一个权衡。而且怎么说呢，现在大家其实最害怕的并不是这个新冠病毒，最害怕的其实是政策。这个政策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比如一个地方出现了疫情啊，很多情况下会层层加码吧，上面呢就有一些政策下来之后，到底下会变成一刀切，非常非常严厉。我记得几个月前嘛，当时就是我前一个小区，就是我搬家了，我前一个小区当时首先出现了一个疑似的这个密接者，当时那个小区就升级了这个管理，对不对？防疫管理，然后突然之间那个密接者被确诊是阳性了，紧接着那个小区就被封掉了。当时是这样，我岳父当时刚好是在那边打吊瓶儿，然后回趟家去取东西，就在那个功夫，小区封掉了，然后就不能再出去了。就是国庆这期间吧，我还听到另一个事例，就是也有些小区突然之间被封了。就是我老婆认识的一个讲师，就育儿讲师，他有2个孩子，当时去上一个什么课来的，就在一个小区里不是有些人在一些居民楼也会上课嘛，当时突然之间那个小区被封掉了，然后呢那些孩子就出不来了，就当时他只有一个老师7、8个孩子吧，在那块儿，他只能接受这个被封在小区里的命运，可能就要过1个星期才能出来，孩子见不到父母，父母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我爸妈当时逃离的这个西安也是这样，本来说要不能多待几天，后来想想因为西安这个疫情出现了，所以就让他们赶紧走了。本来他们是准备去这个宁波去玩1、2天，因为我伯伯当时在那块嘛，出来之前也答应说去那边玩一下。后来我看到新闻就说好像那边又有点疫情，我就劝他们不要去宁波了，他们后来就觉得也不安全，就别去了。结果他们才回去，宁波也爆出疫情了。但是中国人我觉得还是整体是真的是特别听话的这么一个族群呢一个国家的人民真是特别听话，上面说什么我们基本上就是严格的遵守吧。但你说这个心里的怨气没有累积吗？不可能的。其实就很多事情你没法从一个很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就是人民我们其实都关注的是自己的自身的生活，没法去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对我们个人而言，就比如我爸妈和我说，其实在老家小县城里头，我们小县城的支柱产业是一个木质玩具啊，但是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倒了好多工厂倒闭，很多人就失业了嘛。现在就是很多这个中小企业都倒闭了，其实中小企业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它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倒闭了，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信号。而且大家就发现，就是中国现在年轻人啊，考公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想去体制内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稳定。其实现在这个我觉得工作的人唯一稳定的应该就是体制内的这一波人吧。所以大家其实已经丧失了这个冒险的精神，比如说到外面去工作啊，去创业等等，都想求一个安稳。因为这个时代是这样的，这个变化是如此之快，根本预测不到你明天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只能求安稳，安安稳稳的把这个阶段过去，度过去才好。所以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说中国这个政府它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顽固，一定要执行这个政策？我觉得肯定也未必啊，他们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思考。最近不是要开20大了吗？可能我觉得会相应做一定的调整吧，不能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它是不可持续的。我觉得可能的方向应该还是比如说不动不动就封城了，动不动去把小区给封了等等啊。我觉得但是呢，比如说戴口罩呀，还有这个做核酸可能还会继续吧。因为这个说实话就是动不动有些人出去旅游等等啊，就被封在了当地的这个
这个酒店里头，甚至有些被封在了当地的机场。这其实不仅是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这个恐慌情绪啊，就大家不敢出去旅游了。而且想想看，中国这么大，其实很多地方它的支柱产业就是旅游业。要是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这个旅游业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旅游消费等等都一再降级，一再受到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希望再听到很多宏大的叙述，因为在这个状态下，宏大的叙述对我们而言，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慢慢变得有点刺耳了吧，我觉得是。当然说实话，中国人还是特别爱国的，我们在骨子里还是愿意以集体的利益去考虑这个事情。但一旦这些事情临到你的身上，对吧，临到你自身的身上，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法完全就是说牺牲自己就得了，不可能的事情。人肯定是以自己的利益出发的嘛，去考虑所有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幸福安定是为什么？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稳定的这个条件，对吧？优渥的生活，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国家它是长治久安的。但假如这个时候出现这些问题，其实让我们挺苦恼的。我们还是希望国家能制定一些更为理性的、更有智慧的策略去解决这个问题吧。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对于新冠疫情、中国这个清零政策吧，应该是这样说的一个考虑。我希望它是有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吧。